5年前，有人賣了香港的海景房，辭了年薪60萬的白領工作，拖家帶口，舉家移民英國。臨走前拍着胸脯說：“英國是天堂，香港呀，再見，不回頭。”而5年之後呢，他蹲在倫敦街頭啃冷土豆，一邊哭一邊刷香港的房價。想回港，卻發現身份證過期補不了，找工作被 HR 嫌，脫節5年，連樓下茶餐廳的阿姨都對他甩臉子，最後只能苦笑。香港掙錢，英國花，一分別想帶回家。英國待不下，香港回不去，這哪是移民啊，分明是把自己逼上了絕路，一根筋两頭堵。本期視頻就帶大家扒透這場轟動全網的 BNO 移民悲劇。英國當初拍着胸脯的歷史承諾，為啥變成了臨門一腳的背刺？為啥移民香港人苦喊着要回港，卻發現回家的路比留英還難？回流港人要遭遇哪8大致命衝擊？看到最後你一定會對移民、故鄉這2個詞兒有全新的認識。大家好，歡迎來到老紀，我是大釗。先把時間倒回5年前，2021年，英國政府借着香港的局勢，高調推出 BNO 簽證計劃，號稱履行歷史道德責任，給持有 BNO 護照的港人及家屬開了一條通往自由的捷徑。住滿5年拿永居，再住1年入籍，也就是所謂的5+1政策。當時英國首相說的那叫一個動聽呀，把自己包裝成民主燈塔，引得無數港人熱血沸騰。至今人們還歷歷在目當時香港街頭的奇葩場景，有人連夜掛牌賣房，哪怕低於市場20%也急着出手。有人呢，當着同事的面摔辭職信，說再也不用受這份氣，去英國當高貴的英國人。還有家長跟風給孩子退學，說英國的教育才叫教育，香港的都是垃圾。根據英國內部的數據截至2025年9月，23.8萬宗申請獲批23.2萬宗，17萬港人拖家帶口奔赴了他們口中的天堂。插個網友調侃的笑話，以前在香港，早餐是叉燒包配絲襪奶茶，周末去迪士尼爬太平山。到了英國呢，早餐是冷面包配自來水，周末要麼在家啃英語課本，要麼去貨倉搬磚。因為英国人不承認你的學歷，白領變藍領，精英變苦力，這哪是移民，這是付費體驗英倫版變形記。這個笑話背後是無數移英港人的真實寫照。40多歲的張先生就是其中之一。5年前他是香港媒體行業的資深編輯，拿着不錯的薪水，生活安穩體面。為了所謂的更好的未來，他賣掉了香港的房子，帶着老婆孩子移民到曼徹斯特。可到了英國才發現，理想很豐滿，現實賊骨感。他根本找不到媒體相關的工作，英國人不認可他的從業經歷。為了活下去他只能放下身段去貨倉搬貨，每天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後來輾轉幾次才找到一份護理工作，薪資還不到香港的1半。張先生本來盤算着今年住滿5年就申請永居，可去年5月，英國政府一盆冷水直接澆滅了他的希望，發布移民白皮書，宣布要把申請永居的門檻從5年改成10年。首相斯坦默還振振有詞，說保守黨執政時淨移民人數飆升近100萬。他要大幅減少移民，你說這可笑不可笑？當初哭着喊着要接收港人，說這是道義責任，現在又嫌移民太多，翻臉比翻書還快。這就是西方所謂的契約精神。現實是啥？你們的錢都花光了，你們對人家已經沒價值了，可以割溫了。更坑的還在後邊。半年後英國的內部又出來澄清，說 BNO 簽證持有不受10年年限影響，但轉頭就加了2個硬門檻。英語水平從 B1 升到 B2， 還要有3到5年的年收入高於13萬港幣，同時還有完整的報稅記錄、無犯罪記錄。最關鍵的是他們壓根沒說這些新要求要不要追溯到已經抵達英國的港人身上。大家可能不清楚B1 跟 B2 的區別，我給大家通俗解釋一下。B1 相當於英國初中畢業水平，跟考官聊聊天，簡單交流一下就行。B2 呢，相當於英國高中畢業水平，要考讀寫聽說4項。難度直接翻倍，相當於中国的大學英語6級水平。要能跟英國人就複雜話題流利溝通，還得寫出語法正確、邏輯清晰的文章。張先生本來打算今年3月去考 B1， 現在直接懵了，只能擱置。等着政策落地他无奈地說，
如果到時要考 B2，就直接考 B2。可他一把子年紀了，從頭學英語，真的也太難了吧。而且他老婆为了照顧孩子，只能做兼職，根本達不到收入的要求。他們現在一家人都快被逼瘋了。就像这張先生的现狀，不是個例。根據工黨議員詹姆斯奈什的研究，如果新要求全面落實，只有8%的 BNO 家庭能在住滿5年以後，所有成員都符合永居資格。多達43%的家庭根本就達不到要求。倫敦大學學院等高校的調查也顯示，只有59%的移英港人能找到工作，剩下的41%只能靠積蓄度日。在英國的高通脹下，積蓄越花越少，日子越過越難。重點強調一下，斯塔默也知道，所以人家讓你們知難而退吧。去年11月，倫敦街頭寒風凜冽，3000名移英港人走上街頭抗議，舉着拒絕 B2 英語要求、反對收入門檻的標語，包圍了英國內政部。結果呢，英國政府連理都不理，當地民众還嘲諷他們，不想付出就想拿福利，天下哪有這樣好事呢？有香港網友調侃，以前在香港搞事情還敢扔磚頭放火，現在到了英國只能乖乖舉牌子拉條幅抗議，連大聲說話都不敢。這就是你們要的自由嗎？論語為政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泥，小車無轍，其可以行之哉？意思是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就像大車沒有連接圓跟橫木的銷子，根本走不動路。英國政府當初拍着胸脯說，履行歷史道德責任，把誠信掛在嘴邊，吸引了17萬港人遠赴重洋。現在卻出爾反爾，肆意修改規則，這就是典型的無信。說白了，就是把港人當成了向中國施壓的棋子，當成了吸收資本跟勞動力的韭菜。等發現沒撈到多少好處，反倒是個累贅，就毫不猶豫的割韭菜甩包袱。左傳說信國之寶也，誠信是國家的珍寶。一個國家如果失去了誠信，不僅會失去民心的信任，更會喪失國際公信力。英國政府這種背信棄義的做法，不僅寒了移英港人的心，也讓全世界看清了他的虛偽面目。所謂的民主自由、道義責任，不過是利益算計的遮羞布罷了。永居夢碎以後很多移英港人開始萌生退意，想回老家香港避風頭。可當他們真正動了這個念頭，才發現回港的路比留英的路還難走，甚至陷入了英國待不下、香港回不去的兩難境地。先看衝擊一政見補辦難如登天。很多港人移英時候，為了表決心，註銷了香港的身份證、回鄉證，甚至賣掉了房產，斷絕了所有的後路。現在想起回流了，才發現政見補辦手續極其複雜，不僅要提供大量的證明材料，還要等待漫長的審核期，有的人數月甚至半年都辦不下來證件，連香港的門都進不去。就算僥倖辦下來，身份也變得賊尷尬，既不是純粹的香港人，也不是真正的英國人，成了兩頭不靠岸的邊緣人，真正的一根筋堵兩頭。第二個衝擊職場競爭毫無優勢。在英國待了5年，很多港人要麼從事的貨倉搬運、搬運工、快遞配送、出租車司機這樣的底層工作，與香港的職場完全脫節；要麼因為語言跟文化差異，一直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專業技能嚴重退化。回到香港以後，他們會發現，香港的職場早就變了天，不僅有大量內地人才湧入，競爭異常的激烈，而且雇主更看重本地的工作經驗，對他們在英國的底層工作經歷毫不認可。曾經的香港白領回到香港以後，連一份普通文員的工作都找不到，只能被迫從事低收入工作，心理落差別說有多大。第三個衝擊，經濟壓力雪上加霜。有句調侃的話叫香港掙錢英國花，一分別想帶回家。現在反過來，英國掙錢香港花，不夠花還要貼老本。英國的薪資水平本來就比香港低，移英港人在英國從事底層工作，年收入大多只有幾萬港幣，扣除高昂的生活費跟房租，根本就攒不下錢。回到香港以後，面對着全世界最高的房價之一，哪怕是租一套普通的2居室，月租也要幾萬港幣，再加上物價、水電費等開銷，這點積蓄根本就撐不了多久。很多回流港人不得不啃老，或者打多份工才能勉強維持生計。第四個衝擊生活方式嚴重不適應。在英國待了5年，很多港人習慣了慢節奏的生活，習慣了冷麵包、炸魚、薯條，習慣了出門靠開車，購物靠網購。回了香港，快節奏的生活，擁擠的地鐵，熱氣騰騰的粵菜，隨處可見的茶餐廳，反而讓他們無所適從。有回流港人吐槽，在英國住慣了帶花園的房子，回到香港住鴿子籠，
連轉身都難。在英國習慣了安靜的街道，回到香港以後，每天的車水馬龍的噪音吵得睡不着覺。在英國吃慣了冷食，回到香港吃粵菜，反而覺得油膩不習慣。我這到底是怎麼啦？還有就是社交圈子徹底斷裂。移民的時候他們疏遠了香港的親友同事，斷絕了所有的社交聯繫。到了英國以後因為語言跟文化差異，也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只能跟少數港人抱團取暖。現在回流香港，才發現曾經的親友早就有了自己的生活，彼此之間變得陌生，很難再回到過去的親密關係。而香港的社交圈子更新換代更快，他們很难結識新朋友，只能孤獨的生活，陷入深深的孤獨感跟無助感。還有最大的衝擊，輿論壓力不堪重負。想當初很多港人移民时帶着一種優越感離開，去往了天堂，嘲諷留在香港人沒骨氣，沒得選，甚至抹黑香港的發展。現在灰頭土臉的回流了，難免要面對香港公眾的審視跟嘲諷。香港網友紛紛吐槽，輸打贏要，當初有多囂張，現在就有多狼狽，把香港當成備胎，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哪有這麼好的事兒？這種輿論壓力讓很多回流港人都抬不起頭，甚至不敢出門見人。你以為這就完了？還有個糾結的問題，身份認同陷入混亂。在英國，他們因為膚色、語言、文化差異，永遠被當成外來者，融不進主流社會。回到香港呢，他們又因為曾經的移民經歷、尷尬的政治立場，被當成叛徒、過客，得不到認同。很多回流港人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的根兒在哪，陷入了嚴重的身份焦慮，甚至出现了抑鬱、焦慮等心理問題。34歲的全職媽媽，2021年跟全家移民到英國，現在想回流卻害怕面對這些壓力。她無奈地說她現在就像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英國不是家，香港也不像家，她不知道該去哪裡。這幾大衝擊每一個都像一把尖刀，刺中了回流香港人的痛點。很多人不解為什麼回香港這麼難，其實答案很簡單。第一，香港的發展日新月異，這5年裡香港融入大灣區，結構經濟不斷優化，對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那些在英國停滯不前甚至退化的港人，已經跟不上香港的發展節奏。第二，他們當初的移民選擇傷害了很多香港人的感情，失去了香港社會的信任，現在想回來自然要付出代價。第三，他們對香港的現狀認知嚴重脫節，還停留在5年前的印象裡，以為香港還是他們離開時的樣子，回來後才發現一切都變了，自己已經成了陌生人。說到這兒，我想起了東漢太尉楊震的故事。他被譽為清白吏，當年他推薦的秀才王密，後來當了昌邑縣令，深夜帶着黄金去感謝他。楊震堅決不收。王密說深夜無人知曉，楊震卻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這就是咱們中國人的慎獨跟誠信。不管有沒有人監督，都要堅守信用底線，都要對自己選擇負責。反觀那些當初盲目移民的港人，他們沒有認清英國政府的虛偽面目，沒有考慮到移民的風險跟代價，僅憑一句英國是天堂，就草率地做出了賣樓辭工移民的決定，最終把自己逼入了兩難的境地。這就是對自己对家庭極不負責任的體現。香港是一個包容的城市，它歡迎每一個熱愛它、願意為它付出的人，不管你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還是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只要你腳踏實地、努力奮鬥，就能在香港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但香港也不是慈善機構它不會原諒那些曾經背棄它、抹黑它，現在又想回來分一杯羹的人。對於那些還在英國掙扎的移英港人，只能說別絕望，也別放棄，路是自個兒選的，再難也得走下去。如果選擇留在英國，就努力提升自個兒吧，適應政策變化， BNO 5+1變成10+1，不管怎麼變，說不定會有結果。用實力守護自己跟家人的未来。如果選擇回流香港，就放下身段，正視自己錯誤，重新融入香港的生活，用行動彌補曾經的虧欠。相信港人們也很樂意給你這個機會。麥屋慈香渡海風，自由燈火畫樓空。5年霜雪人憔悴，一紙新規夢又窮。同語漸隨西地改，鄉音難入舊城中。回頭忽見歸途遠，兩岸天涯各不同。